好痛！醒醒！醒醒！我的血应该早已能压制毒性，难道他体内这东西并不是寻常的魔毒，不是魔域的奸细吗？怎么一次又一次被他反噬？张嘴！咬！咬啊！不能太用力，也不能不用力。救人比杀人难多了。几时流过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羽之间。当阡陌一眼闪而一变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换。有生之年我只杀人，几次救人都是因为你，偏偏你却如此无用，连我的血脉都承受不住。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换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好冷啊！周围怎么这么暗啊？这不是师祖的血凝花吗？好久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了。是我睡错地方了，还是老板抱错抱枕了？外面怎么那么吵啊？我怎么好像突然有了千里眼跟顺风耳啊？感觉动动手就能移山填海。老板，我好像变强。师祖，师祖，还活着，吓死我了。真难想象他这50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这道伤是新的。昨天晚上我肚子疼的差点要疼死了。好痛！难道是你救了我？那我现在身体里这异样的感觉都是你给予我的吗？为了救我，你竟然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。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公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八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，不是！死了。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乐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
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老板，上下级要保持一定的纪律啊！胡言乱语，你就是这么侍奉人的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劳动合同这个问题。这儿虽然没有什么劳动法，但是该有的待遇还是不能少的吧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嘿嘿，要您发工资应该不太可能。每周的双休您得保证吧？转来转去，要的还是这个。啊？那双休不行，单休也行啦。继续浇水，别想偷懒。我听说你们在这儿待了500年，是不是不管人还是火，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容易生病啊？都怪司马娇这个没良心的，大逆不道！哼，没事老拿我消遣。司马娇，这么娇滴滴的名字，跟祖宗也太反差了吧？笨蛋，是娇，烧焦的焦。哦，嗨，这就对了嘛。你怎么这么暴躁呢？难怪祖宗说你一旺盛他就想杀人。哼，那是他诬陷我。我和他并不共感，你给我浇水让我痛苦，他并不会觉得好受些。那我这不是无效上班了？如此好的机会，为何不趁机偷血凝花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真相了还在浇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别浇了。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！公司战队就是这么残酷哈！有朝一日等我恢复了，我一定要把你烧成骨灰，撒到司马昭那个混蛋面前！捡起来。嗯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花儿，花瓣。想要吗？您都把花扯成这样了，我要它干嘛呀？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就这样让你进来了。是的，没人跟我说什么。哎，主要是我和师父师兄其实不太熟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内幕。况且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这花赏你了。他居然对你这么大方！大方？这花瓣好看是好看，可是我能用它来干嘛呀？你竟然不知道，这可是凤山血凝花，
一片花瓣就是千年修为，整个庚辰仙府之人都对他趋之若鹜。哎，这应该算工资。只要你帮我，我给你更多的花瓣。不用啦，谢谢啊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说实话，像这种宝贝，我也不是很敢用。万一我一个受不住死了怎么办？小说里很多这种套路的。我今天的活干完了，那我先下班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再陪我聊会儿。嘿，这就走了？我活都忙完了，不能走吗？谁说忙完了？要你多嘴，你自己找什么活儿？不想死就跟上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杀人？我不学行不行啊？不学就杀了你。啊！拿起来。拔出来。仙府的灵气都需赋予灵力，方可使用。可我不会灵力啊！我为什么要学杀人啊？日后定会派上用场。啊！师祖，我先跟您确认一件事儿啊，免得我们日后相处起来拿捏不好分寸。说。那个，您看您给我喂血，把我留在身边，还亲自教我术法。这山上明明那么多人，您偏偏对我一个人这么特别，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。我现在长得算挺好看的，也不至于到可笑的程度嘛。而且喜欢跟修为有什么关系呢？凡尘情爱，岂能入我的眼？那可说不准，老房子着火一瞬间的事儿。不知所云。要不是因为你的体质能暂缓的灵火给我带来的躁郁之气，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？哦，原来我是个移动空调啊！那就是我想多了，司马昭他真的没有感情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拜拜啊！棋子已落，500年了，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怎么了？我听闻有一位叫廖廷燕的弟子，竟能毫无阻碍地进入中心塔，是那天之宫的穆尼生亲眼所见。我们想尽办法都无法靠近司马娇半分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他如何做到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中心塔之外的结界坚不可破。
那个廖廷燕能任意进出？难道结界已经被解除了？这样一来，我们便能伺机而动了。廷燕竟得了司马娇赏识。耳塞，打工人的睡眠必备品。师兄，咱不是商量好了吗？你来了就直接喝，不用叫醒我，走的时候也不用叫醒我。因为你，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过整觉了。蛇有的时候太礼貌了也不好，你知道吧？算了，估计你也听不懂。这种感觉，就好像工作忙了一天，晚上还要被热情的同事拉着聚餐。惹不起你，我总躲得起吧？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了吧？明丽，你居然敢威胁我！少公主真是准时啊！少废话，说好的解药呢？你我之间的屏障还在，看来灵火尚未熄灭。司马娇还活得好好的，我怎能给你？人我已经送进去了，你事情的成功与否，取决于你们魔域的造化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少公主，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同伴。既然你不给我解药，我就拆穿廖廷燕的身份，让你们的计划落空。没了廖廷燕，魔域一定不会穷途末路。但是你呢，少公主？先父最恨沾染魔域的叛徒。若是你父亲知道你为了提升修为与我魔域勾结，会如何？原来从一开始，你们就假意助我提升修为，让我放松警惕，实则为了用魔毒控制我，好让我替你们做事。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骗局。少公主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当初可是你主动来与我们联手的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想办法让廖廷燕尽快行动。不是吧，又来了！廖廷燕，你究竟在做什么？那……若我让廷燕帮我找机会靠近司马娇，他会不会认为我一开始结交他便是别有居心？可是，如果再杀不了司马娇，我的族人们可就……这黑蛇怎么在这里？那是廷燕住的地方，难道……救命！廷燕，不好，那畜生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仗着有师祖替你撑腰，你便为所欲为了。廖廷燕什么也没做，你吃他做什么？快把他拖出来！好，既然你不听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
我这是疼晕过去了吗？冥顽不灵。